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怪事？一個瞬間像電一樣從腦後竄上來，你站在一個明明第一次來的地方，卻覺得不對，我來過。我甚至知道轉角後的牆上會不會掛畫。這種感覺不是模糊，而是精準，精準到你自己都被嚇到。你以為是睡眠不足，壓力太大，但如果我告訴你，這種感覺可能不是你的大腦亂放電，而是另一個你留下的痕跡，你敢聽嗎？今天我們要談的東西不是靈異，不是玄學，而是連物理學界自己都不太敢講太白的秘密，因為它牽涉到一個驚人的可能性。你不只有一個，你的世界也不只有一個，而你偶爾感到的既視感、集體記憶錯亂、現實中的小漏洞，很可能是宇宙間某些東西發生輕微摩擦時露出來的火花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先不要覺得太誇張，因為這故事要從曼德拉效應說起。2010年，一個美國博客主寫下自己的疑惑。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80年代死在監獄裡。他說，他看過電視報道，看過葬禮畫面，他還能描述記者的語氣。但問題是，曼德拉1990年出獄，2013年才過世，這不是差1年2年，是差幾十年。更可怕的是，當他把自己的記憶發上網，底下不是2、3個人附和，而是成千上萬的人湧進來，說他們也記得一樣的畫面，一樣的葬禮，一樣的新聞。你說這叫記憶錯誤？可以，但為什麼全球不同地區、不同語言、完全不認識的人會記錯同一個細節？你知道這概率有多低嗎？低到像是你隨便掷骰子，掷到100次連續6點，然後類似事件開始像下雨一樣掉下來。有人堅信皮卡丘的尾巴末端是黑色的，但它從來沒有黑色。有人發誓電影裡那句經典對台詞是“陸克，我是你的父親”，但原句是“不，我是你的父親”。很多人記得思想者雕像，手抵着額頭，但真實是托着下巴。你注意到什麼了嗎？這些不是模糊印象，而是很具體的畫面，很精確的細節，而且成千上萬人記得一樣的錯誤版本。主流解釋當然有，它叫虛假記憶，說人類會被暗示，會受到群體影響，所以記憶會集體漂移。但問題又來了，這些所謂的暗示，很多根本是在網絡出現之前就存在的共同記憶，而且沒有跨區域、跨文化的傳播途徑，你怎麼解釋？於是，一些物理學家提出了一個嚇人，但邏輯上反而更合理的假設：或許記憶沒有錯，錯的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歷史版本。換句話說，你真正活過的世界，有可能不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世界。你之所以記得一個不存在的細節，是因為那個細節曾經在另一個宇宙裡發生過，而你原來屬於的那個宇宙已經和現在這個宇宙對接或融合了一小塊，於是你帶着來自舊宇宙的記憶混入新的宇宙軌道。聽起來像電影，但問題是，證據一點點累積起來時，它就不再只是電影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一個人突然冒出的既視感，它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你會提前知道某個未來5秒會出現的東西？為什麼你會對從未發生的情節有一種熟到不行的熟悉？如果這是多重宇宙之間的輕微重疊，它就說得通。就像電腦檔案重疊時，部分舊資料會殘留，你的意識也是資料，只是我們不習慣這樣去看待它。如果說曼德拉效應是記憶的裂縫，那接下來這個現象就是現實本身的裂縫，而且比你想象的更恐怖。歷史上真的有人看過另一個自己，而且通常下場都不太好。18世紀的俄國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在過世前，據說侍衛看到她本人坐在寶座上，而真正的女皇明明正在房間裡。她衝進去，看到一個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坐在她的位置，像在等她。她下令開槍，那個影像消失，但不久之後她就中風離世。美國總統林肯也是，他曾在鏡子裡看到2個自己，一個正常，一個臉色蒼白。妻子說那代表他能連任，但活不過第2任期。結果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？過去的人把這叫做分身、影子人、替身預兆，但現代物理學看事情不是這樣看的。如果宇宙之間真的存在輕微接觸，那個你看到的分身有可能來自另一個維度，而它之所以在你眼前出現，是因為某個量子層面的結構被擾動。
導致平行宇宙之間產生交疊。聽到這裡，你大概會問，這真的和科學扯得上關係嗎？還是只是一堆都市傳說硬湊的巧合？重點來了，20世紀以後，量子力學的出現，把這一切從神秘學拉回科學桌面。量子世界的規則跟宏觀世界完全不一樣，一個電子可以同時在這裡和在那裡，這叫疊加態。但只要你觀察，它就瞬間選定一個位置。你可能覺得這是理論，但量子疊加已經被重複驗證過無數次，它是真實存在的。更離譜的是，1957年，美國物理學家休·艾弗雷特提出一個驚人的解釋：宇宙沒有選擇，是你選了。你做每一個決定，宇宙不會只給你一個結果，宇宙會分裂。你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會創造一個新的你，而其他你沒有選的路線，則會被另一個平行宇宙的你走下去。也就是說，你不是只有一個你，你的每一個沒選的選擇都被另一個你實現了。講到這裡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：你有沒有突然想起某些夢境，那種不像夢，反而像你在另一個人生醒來的感覺？有沒有那種突然閃過的念頭，像不是你想出來的，而是別人傳來的？有沒有那種你完全沒學過，卻莫名其妙會的技能或反應？如果多重宇宙理論是真的，那些夢境、念頭、靈光一閃都有可能不是幻覺，而是你在另一個宇宙的自己和你產生了短暫的共鳴。你以為你孤獨，其實你可能從來沒有真正一個人。你知道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是什麼嗎？不是既視感，不是曼德拉效應，也不是看到另一個自己，而是你突然意識到這些現象背後可能全都指向同一個真相，而且這個真相比鬼故事、比科幻電影、比任何陰謀論都更理性、更有邏輯。我們以為世界是穩固的，日出日落、物理定律、歷史年表、因果關係，一切都按部就班。可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世界真的這麼穩定，為什麼我們的記憶會出現規模化偏移？為什麼歷史會出現細節脫軌？為什麼神話、藝術、宗教、故事跨文化地反覆出現另一個世界、另一個自己、另一個時間線的影子？先等一下，我知道你心裡在想，這些東西真的能被科學解釋嗎？還是只是人在壓力下自我安慰的幻想？我們換個角度，不從玄學、怪力亂神切入，而從你每天用到的科技開始講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量子科技是台灣近幾年最強的產業熱點之一？為什麼世界各國投入大錢？為什麼台灣不斷加碼半導體、量子材料、量子感測？因為量子世界的規則不只是微觀，它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們生活的邏輯底線，而這些規則正是多重宇宙最堅實的基礎。當你理解量子力學，你就會發現平行宇宙並不是想象，它是數學方程式的必然結果。你以為電子只在一個位置，不，它同時在無數位置。你以為粒子只有一個狀態，不，它一次擁有所有狀態。那你以為你只有一個版本，也許答案也一樣。可是重點來了，人類很早就隱隱感覺到這種多重現實的存在，只是我們以前沒有語言解釋它。比如，你有沒有聽過那種故事，一個人突然覺得世界不對勁，那不是恐慌症，不是幻覺，而是某個細微的現實參數發生了變化，而他剛好敏感到。類似故事你在台灣也一定聽過，像有些人說某個地方的路昨天不是這樣，學校某個角落以前不是這樣，家裡某件東西突然換版本。沒有人相信，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是記憶偏差。但你仔細想想，如果一個人的記憶會偏，那為什麼偏得這麼一致？更奇怪的是，這些記憶錯誤往往指向某個舊版本現實，像是某條時間線被換掉，而你腦中是舊檔案。你可能覺得這太玄，但科學從來沒有排除這個可能，反而一點一點往這個方向靠攏。尤其是當弦理論出現之後，弦理論說我們的宇宙可能不是唯一，它可能只是一張漂浮在高維空間中的膜，而在這片高維海洋裡還有無數張其他宇宙膜，每一張膜都是一個獨立的宇宙，每個宇宙都有自己的物理法則、歷史軌跡、時間流動方式。更衝擊的是，弦理論認為這些宇宙偶爾會碰撞，宇宙之間的碰撞會發生什麼？現實震盪、物理常數短暫偏移、記憶殘影、歷史局部替換，甚至意識產生交疊。聽起來誇張，
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裡真的發現過一些奇怪的冷斑，它們像是被撞擊後留下的淤青。科學家研究多年，到現在都無法給出完全合理的解釋。你想想，如果連宇宙規模都可能發生碰撞，那我們個人經歷的一些奇怪、時間錯位、現實不一致，就顯得不那麼難以接受了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覺得这些都是宏觀理論，那跟我們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大了，因為多重宇宙並不是你看不到就沒事，它隨時可能影響你。比如，你有沒有遇過這種場景？你突然想到一個人，結果他剛好傳訊息來，你突然心裡閃過一句話，下一秒有人把那句話講出來，你突然做了一個夢，隔天事件真的發生，你突然有個強烈的直覺告訴你不要走那邊，結果後來發現你避開了一場意外。這些體驗被科學稱為意識共振。如果你接受多重宇宙模型，你就能理解為什麼這些現象如此普遍。因為你不是孤單的單一版本，你是一個多維意識體，你的不同版本在不同宇宙裡同步運作，而偶爾你們之間會出現短暫的訊號滲漏。聽到這裡，你是不是突然覺得，原來我們從小被教育的那一套世界只有一個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你要為你每一個選擇負責，其實都太過狹隘。當然，我不是要你變得迷信，也不是要你覺得人生不需要努力，我是要你理解一個比勵志更強大的東西。你的每一個選擇都不是孤立的，它可能是你在無數個宇宙裡共同推動的結果。而你現在正在走的這條人生道路，可能是所有你之中最強版本的你才有資格走到的現實軌道。換句話說，你不是隨機落在這裡的，你是被篩選出來的。你以為你是普通人，其實你能活在這一條現實線，本身就是一種幸存。講到這裡，有些人會開始害怕，覺得自己好像被什麼巨大系統包圍。但我告訴你，不用怕，因為事情可能比你想的更有趣。既視感、曼德拉效應、分身傳說、宗教神話、量子疊加、弦理論，這些線索看似彼此無關，但它們像一張網，正慢慢往一個核心靠攏。那個核心是什麼？是意識。你的意識可能不是由大腦產生的，而是連接宇宙的終端機。你現在看到的世界可能只是一個前端畫面，而你的意識才是背後真正的操控者。你可能會問，那為什麼我會看到另一個自己？為什麼會有平行世界的人跑來跟我撞線？為什麼我的記憶會出現另一個版本？這就是我們下一段要講的重點。意識到底是什麼？它有沒有可能跨越宇宙？它有沒有可能影響現實？甚至有沒有可能創造世界？你準備好了嗎？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我們從小被教育，意識是大腦制造出來的，就像電腦開機才有畫面一樣。可是你有沒有懷疑過，大腦真的有這麼神奇嗎？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，但越想越奇怪。因為所有你體驗到的世界，顏色、溫度、聲音、情緒、時間感、真實感，全是由意識呈現的。你以為你用眼睛看到世界，實際上你看到的是意識整理後的投影。所以更關鍵的問題是，誰負責整理，誰負責呈現？如果意識只是大腦分泌化學物質，那為什麼你會夢到未發生的事？為什麼你會在關鍵時刻突然出現強烈預感？為什麼你會在某些瞬間覺得這個場景我經歷過？甚至在你快睡着或快醒來的那幾秒，你會感覺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調回身體。這些體驗太普遍，普遍到你很難說它是巧合。於是越來越多科學家提出一個大膽但越來越被接受的看法：意識不是大腦制造出來的，意識比較像信號，大腦比較像接收器。就像收音机本身不產生音樂，它只是接收遠處的電台，把信號翻譯成聲音。同樣的，大腦可能只是把某種更高維度的意識訊號接收、轉譯、壓縮，變成你能體驗的現實感。如果意識來自更高維度，那意識能不能同時連接不同宇宙？能不能跨維度同步自己？能不能在你睡着時偷偷跑到另一個宇宙？如果可以，那你曾經做過的那些不像夢的夢，那些來自別人腦中的念頭，那些突然被提醒的直覺，那些你怎麼也想不通的既視感，全部都合理了。你根本不是出現幻覺，你很可能是接收到來自某個平行宇宙的你的一段讯號。
就像電波短暫串線一樣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你在人生最危險的瞬間會突然閃過一個強烈聲音，告訴你不要？那個聲音不是你的邏輯，它來得太快、太精準、太本能，像是有人提前看過未來，然後提醒你。這種提醒在車禍、災難、臨界狀況出現得更明顯，全世界都有這種案例。你可能以為這是第六感，但如果你換成多重宇宙同步訊號，你會發現解釋力更強。因為在無數個宇宙裡，有些版本的你可能已經經歷過危險，而你的意識在關鍵時刻成功跨線提醒你，所以你避開了。你以為你僥倖，其實可能是另一個你替你擋掉了一次災難。講到這裡，我想問你一個大膽問題：你相信命運嗎？你相信有些事情你逃不掉，或是你躲得掉？如果平行宇宙是真的，那命運不是寫死的，命運更像宇宙，在你面前擺出無數條路，你每一步選擇都讓你跳到不同版本的現實。你不是被命運控制，是你自己不斷在替自己選命運。如果你今天心情差，決定放棄某件事，你跳到一個比較低潛能的宇宙。如果你今天突然鼓起勇氣做一個大膽選擇，你跳到一個潛能更高的宇宙。你以為人生向下滑是因為你倒霉，其實你可能是不斷選進低版宇宙。你以為人生突然變順是因為貴人出現，其實你可能是跳進了一個高版宇宙，而那個宇宙的你本來就運氣比較好。也就是說，你每天的每一個選擇，甚至你每天的情緒，都在決定你將落入哪個宇宙版本。你現在過得好嗎？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那恭喜你，你可能正走在一個強版本现實。如果你覺得最近很衰，那你要小心，因為你可能正在往某個低能量的现實滑落。而更妙的是，有時候你會感覺世界突然變怪怪的，像是空氣的感覺變了，人際關係突然換版本，某些人態度轉彎，某些事情不再一樣。那可能不是世界變了，是你跳線了。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？你突然對某個人變得陌生，他明明昨天還是那個熟悉的樣子，今天像換了芯片一樣。你覺得哪裡怪，卻說不上來。你走進一個地方，明明你每周都來，可是那天你突然覺得它像被重啟過，你的人生突然像被更新版本，有些事突然順，有些事突然反常，這些都可能是新宇宙的加載差異。你不是錯覺，你可能真的換宇宙了。如果意識可以換宇宙，那意識還可以做什麼？這就牽涉到一個更驚人的問題，也就是我們這一段的主軸：意識能不能影響現實？如果你聽過量子雙缝實驗，你就知道答案很可能是可以。雙缝實驗告訴我們，一個微觀粒子是否呈現波動，取決於有沒有被觀察。你只要觀察，粒子就改變行為，現實就改變走向。換句話說，你的意識不是被動的，它可能是能夠參與現實建構的力量。你不是現實的觀眾，你是共同作者。這樣解釋為什麼有些人越想越衰，有些人越做越順，因為意識真的會調現實參數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有些人走到哪兒都遇到貴人，有些人做什麼都卡關？這不是迷信，這可能是意識頻率在調宇宙版本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都用一種失敗、焦慮、自我懷疑的意識震動生活，你調出來的宇宙版本會不會剛好是比較糟糕的軌道？反過來，如果你用一種相信自己、看見機會、願意嘗試的意識行動，你調出來的會不會是潛能更高的宇宙？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那些成功的人通常都不是最聰明那群，而是最敢做決定那群？因為每個決定都在創造宇宙，他們選得多，他們跳宇宙的次數就多，跳到強宇宙的概率就更大。所以你現在經歷的现實不是命中注定，是你不斷選擇出來的，是你用意識調出來的，是你跨宇宙走出來的。講到這裡，你應該會問，那既視感又是什麼？為什麼有時候你感覺像是劇本重複？為什麼有些人你第一次見就覺得我很熟？既視感可能是你跳宇宙時上一版本的記憶殘影還沒消退，你已經進入新版本，所以新場景看起來像舊場景，而熟悉的人看起來像曾經認識的你，在另一個宇宙認識過。你以為你在遇到陌生人，但你們可能已經在無數宇宙裡見過。到這裡，你應該開始意識到一個重點：宇宙不是在你外面運行，而是在你意識和選擇之中展開。
你不是宇宙的乘客，你是駕駛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今天最關鍵的一段。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你該怎麼用它？你該怎麼讓自己跳到最好版本的宇宙？你該怎麼讓意識變得更強、更準、更有穿透力？你現在大概能夠理解一件過去沒人告訴你的事。我們都以為自己只是活在某一條固定的世界線上，順着命運的軌道往前滾。可真相可能剛好相反，你不是被世界決定的人，你是決定世界的人。你不是故事裡的角色，你是能換劇本的人。你的一舉一動，你的一念之間，都可能在替你挑宇宙版本。而你以為的偶然、巧合、預感、既視感，突如其来的順利或陡然其來的低潮，全都有可能是你在不同版本间跳點時留下的震盪痕跡。你不是在觀察現實，你是在參與現實。你正在和這個世界共同寫一個只有你能寫的故事。可是這整個理論，這些所有線索，講到最後還是會回到一個你必須自己回答的問題：如果在某個地方，在你看不到的維度，在一個你聽不見的世界裡，真的有另一個和你一模一樣的人也在問着同一個問題，那你会希望他是誰？會希望他比你幸福，還是希望他替你承擔那些你不敢選的風險？你有沒有想過，也許他也在看着你，希望你做他不敢做的選擇。世界不是只有一條線，你也不是只有一個版本，你選擇的每一個瞬間都在告訴宇宙你想成為哪一種你。不要再把自己困在那個我只能這樣的框框裡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，也許只要你今天多踏出半步，你就跳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现實，那裡面的你可能更幸運、更勇敢、更自由，也更像你心裡一直想成為的那個人。下一次當你再有既視感，再做一個奇怪的夢，再閃過一個莫名其妙卻又很真實的念頭，不要急着把它當成幻覺，也許那是另一個你在向你打招呼，讓你記得你不是孤單的。你以为自己只是一個人走在人生路上，其實你背後站着無數個你，從各個宇宙裡投來光，讓你在這個版本繼續往前走。我們永遠沒辦法確定平行世界是不是存在，我們也沒辦法確定那些分身、那些殘影、那些賽道交錯到底是不是科學能解釋的東西。可是有一樣東西我們可以確定，那就是你的意識、你的選擇、你的勇氣會決定你最終落在哪個版本的宇宙。既然現實本來就不是固定的，那你為什麼要把自己固定住？既然宇宙會因為你的決定而分叉，那你為什麼不讓它分叉到最好的那一個？也許你從來不是一個普通人，也許你是眾多宇宙中那個最靠近覺醒的版本。所以你要記得，無論你現在在哪一條時間線，無論你覺得人生順還是不順，無論你覺得自己是被生活推着走還是自己推着生活走，你都擁有一個別人無法替代的能力選擇，而選擇決定宇宙。感謝你陪我走到這裡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下一次可以繼續在另一條更精彩的時間線上再見。